大家好，本期视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个GoDaddy Go 语言开发的微服务框架。GoDaddy它是基于 Gossip 协议的去中心化的微服务框架。它目前不仅支持这个开发微服务应用，它也同时支持开发单体应用。目前呢它只支持 RESTful 的接口，后期也会支持 gRPC。本期视频呢，我们通过一个 Hello World 的一个小服务，来演示一下如何快速上手开发 GoDaddy 应用。我们打开命令行工具，首先我们当然是要安装GoDaddy。GoDaddy 目前的版本是 1.0 的 Beta 版。这里再要给大家说明一下，就是 GoDaddy 框架呢，它是其实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部分是它的命令行工具部分就 GoDaddy 本身它也会是一个命令行工具。我们在执行这个 Go install 命令的时候，会把这个 GoDaddy 依赖的包都下载下来，然后去进行一个编译成 RDG 文件，然后放到我们的这个并路径下，Go 并这个路径下。我们看一下 GoDaddy 在哪里，在我的电脑上是这个路径下面我看一下现在版本也是对的这是正常的。这一个是它 GoDaddy 本身就是一个命令行工具，再一个它另一部分就是一个 framework 的部分，就是它本身也是一个框架。我们在开发 GoDaddy 应用的时候会依赖 GoDaddy 的代码。我们这个 GoDaddy 的源码托管在 GitHub 上，还托管在了这个马云的 Git 上面。在线文档呢，就是已经上线，但是还在完善，有很多内容还没有写上去。目前暂时只有英文的中文的还在做。下面进入正题，我们的这个首先要初始化一个项目Hello World 项目。我们的初始化命令是 svc init hello world -m github.com hello world。 这个命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svc init 表示这是一个初始化命令，后面跟的 hello world 是这个我们的项目的名字，也是我们的项目的跟路径的文件夹。然后-m 这个 flag 表示模块名称如果不指定这个-m 参数的话，默认这个 hello world 就是这个模块的名字。我们执行一下，看一下我们这里生成了这个 hello world。切到这个路径下面看一下GoDaddy帮我们默认初始化的一些文件。我们通过 IDE 打开，默认生成了这几个，我们一个个看一下。一个是 will 包，will 的意思是 will object， 就是表示这个 HTTP request 和 response 的对象这些 struct 都是例子不需要实际开发，不需要可以删掉。我们稍等一下，这个GoLand 它还在index 这个工程。
我们看到它完毕之后，这里会显示一个执行的符号，这里是一个 Go Generator 的这个指令。我们这行命令是干什么呢？就是我们写 struct 的时候，就是一般还需要带上这个 JSON tag 嘛，就是入参和出参的时候，它帮我们做 JSON 序列化时候会用到嘛。我们有了这个命令go name 这个命令的话，我们不需要自己手写了就是执行一下这个命令就会自动帮我们生成每一个 struct 属性的JSON tag。我们执行一下看一下这里生成好了。默认呢它是命名规范呢是首字母大写的头分式命名这个也可以配置。.en 文件，我们 Go 它是默认支持这个采用的，它本身也是采用的这个 .env 文件来做那个配置的。.env 文件里面需要定义的都是环境变量，需要定义的这个配置呢都是环境变量，这会加载到环境变量里面去。Dockerfile 就是开发完之后我们要打包部署要用到的。在这个 Dockerfile 里面呢，我们会把我们这个开发环境的这个或者是编译这个程序的这个机器的账号会打包进去，会打包进这个二进制文件里面去还有一个是 Go 的版本目前依赖的 Go 版本，还有这个编译的时间都会打包进二进制文件里。这个在后面会看到就有地方看的就会显示出来的。Go Mode 我们这个Go 1.17这里第3行这里是根据这个当前生效的这个 Go 版本来生成的，就我当前用的是 1.17 版本所以这里就是生成的就是 Go 1.17。我们看一下 svc.go 文件，这里这个 svc.go 文件是我们的这个接口定义的文件。Go 框架呢，它没有另外重新造轮子开发新的这个 IDL， 就是 Interface Definition Language， 没有开发这种，它就是采用的就是 Go 语言的 Interface 来作为这个接口定义的这个语言这个 Page User 是例子我们把它我们不用它，我们把它删掉写自己的。我们定义一个 greeting 接口，然后我们这个第一个参数呢必须是 context 类型的参数第二个参数呢我们定义一个 greeting string 类型的 greeting， 然后我们再定义返回值 get string arrow。 这个返回值的这个参数名称可以不写，可以不定义但是推荐大家定义好，因为后面生成代码的时候会用到，就是变量名自己定义的话会以语化更强一点Go 生成的话，它就是原则就是保证不重复、不冲突编译通过而已，它那个语音化不强。好了，下面我们执行一下 Go 的这个代码生成命令，Go 帮我们生成这个HTTP 服务。这个命令是我常用的命令也推荐大家就是如果用 Go 做开发的话，也尽量用这个命令。这个 svc HTTP 是这个 HTTP 是 svc 这个子命令下面的子命令，表示就是生成的RESTful 的 server。刚刚 handler 表示需要 Go 来帮我们生成默认的这个 HTTP handler， 就是解析入参和返回出参的解析 HTTP request 返回 HTTP response 的这个代码。-c 表示生成客户端代码Go 就内置的就是 Go 语言的HTTP client 的这个 SDK 的代码生成功能。
只支持 Go 语言的啊，它没有做这个Java 的或者是 TypeScript 的代码生成器，客户端代码生成器因为就是考虑这个维护成本比较高，就是我们Go 多多推荐呢，就是你给想给什么语言写这个代码生成器，就用什么语言来写啊，这样的话用的人也可以有机会去维护这个代码生成器啊，否则的话你跨语言的话，就是你用的人他维护不了你这个代码生成器，因为不是他会的语言嘛。刚刚 Doc 表示生成 OpenAPI 3.0的JSON 格式的接口文档，这些命令看一下帮我们生成了什么。我们在看之前呢，我们这个执行一下 go mode tidy 命令，这样把那个依赖项就可以下载下来。嗯大家可以看到控制台输出了一些说明。如果是我这个当前用的是 Go 1.17版本，它就会有这个说明。因为1.16的话没有。时间关系呢，我们直接执行一下这个 go mode tidy compact 等于1.17这个命令。好了，依赖就拉下来了。我们看一下第一个文件夹 client 这个包，这里就是 Go 多多帮我们生成的封装了 Resty 这个库的这个 Go 语言的 HTTP 客户端代码，同时还生成了一个 proxy 这样一个 struct。这个 proxy 呢是用来做这个跟服务治理相关的就是熔断断路器是做在这里面的，还有从事这个后期的视频再细讲。我们再看一下CMD 包，这个包是整个程序的入口，里面有 main 方法现在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main 方法里面有这个6行代码，第一行代码表示这个加载这个点 .env 文件里面的配置，我们这个跟业务相关的配置我都可以放进点 .env 文件里面，然后通过这个方法去生成，通过这个方法去加载这个配置，然后我们 service 点 new hello world 这个表示生成一个表示这是一个工厂方法，可以帮我们返回一个接口的实现类的实例我们采用的是单例模式。我们再看这个下一行是 new hello world handler。看到这里我们看一下这个 transport 这个包里面这个文件夹里面生成的代码。这里 transport 是传输层嘛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 handler 点 go 里面生成的是一个 handler 的一个接口。这个 handler 的接口里面的方法呢是根据这个 svc 点 go 我们定义的接口来的是一一对应的。我们还生成了这个 route， 里面是 pattern 和 method。然后还有个 handler 点 implement 点 go 这个文件我们就是生成的是实现类，就是这个 handler 接口的实现类。我们回到 main 方法，这个 new hello world handler 就是返回一个 handler 接口的实现类的一个实例，也是单例模式的。然后我们下一行是 new default HTTP server， 这个返回的是一个 server， 就是 HTTP server， 也是一个单例。然后我们调一下它的 add route 方法，把这个我们设计好的定义好的这个接口传进去。然后最后一行我们执行这个 run 方法，就这个 server 就跑起来了。然后 middleware 点 go 这个文件呢，它里面是目前是空的，它里面是让用户开发者去自定义这个中间件的。好，我们看一下这个 config 文件，这个是默认生成的，这个是连接 MySQL 数据库的。
db 点 go 这个也是一个帮助函数 helper function， 帮助函数是帮助连接这个数据库的啊。这个 config 和 db 这两个包呢，就是够多多生成的只是个例子或者是参考，可以用啊，完全可以用。你不喜欢你也可以自己写。好了，我们看一下，最后看一下这个 svc input 点 go 文件。这里呢，帮我们默认生成了一个返回假数据的一些代码。够多多用的是这个 GoFake 这个库来生成假数据的。这个好处就是后端开发呢，就设计好接口之后，马上就可以部署。部署起来之后，把文档在线文档的地址发给前端，前端同时就可以开发了，就是可以让前端后端同时能够并行开发。这里 OpenAPI 3.3.json 就是接口文档。好了，我们看一下这个服务启动。我们现在启动一下服务。启动服务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命令行的，一种是通过 IDE 启动的。我们看一下命令行的启动方式。够多多呢内置的一个命令就是 svc run。可以帮我们启动服务。默认绑定的是6060端口，这个都可以配的也可以通过 IDE 点一下这个三角形我们也把服务启动了。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它这个注册到这个 HTTP 服务的路由接口，除了我们自己自定义的这个 greeting， 还有另外的5个 get 接口。这个其实准确的说它是页面就是相当于是页面。够多多斜杠 doc 是在线文档斜杠 OpenAPI 点 JSON 是返回的是 JSON 数据。普罗米修斯是用来那个对接这个普罗米修斯的这个监控中间件的。registry 是个页面，它返回的是一个列表，就是当前注册在这个微服务集群当中的所有服务的一个列表。config 这个接口呢，这个返回的是当前生效的就是环境变量。这个我们一会儿再具体看一下。好，我们现在先看一下我们自己自定义的接口。我们现在用这个 Postman 来测一下。这个我之前导过，我把它删掉，重导一下让大家看一下这个过程。我们直接把这个够多多帮我们生成好的 OpenAPI 3.0的JSON 文档直接拖进去就好了。直接你先点这个 import， 弹出这个 import 弹框，然后我们直接把这个 JSON 文件拖进去，然后点 import， 就导入进来了。你看一下，这个 base URL 里面是在这里在这里配的，就是够多多生成的这个 JSON 文档里面已经写好了，已经定义了这个 server 的 URL， 就是这个 localhost 6060。导进 Postman 以后，它就直接帮我们设置到这里了其实很方便。我们看一下 body， greeting 就是我们的参数入参这个是 required 是必填的。这个必填的这个 required 也是在我们这个 OpenAPI 3.0的这个文档里面就是配置的。我们输入一个 Jack 我们看一下效果，返回的是个字符串，随机字符串。这个是因为我们还用的GoFake 的这个帮我们生成的假数据嘛。我们下面要实现自己的逻辑了。把这里15到19号我们删掉。
时间关系我们简单点，就是 hello， 然后后面跟上这个入餐的字符串。我们再重新启动一下服务，再测一下啊，我们就是返回的是 hello Jack， 这个就是我们定义好的这种我们自己实现的自定义的一个返回逻辑啊。下面呢，我们再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勾兜兜开头的这五个接口是怎么用。首先get 我们因为他们都是 get 的请求嘛，我们直接浏览器打开就好了。先看这个勾兜兜 doc，这个勾兜兜开头的这五个路径呢，我们都是就是勾兜兜默认采用了这个HTTP Basic 的校验啊，你那个默认的用户名密码都是 admin 这就是这个勾兜兜 doc 这个帮我们显示的这个在线的接口文档。接口只有一个接口路径只有一个 greeting 方法 post 点一下这里会显示这个接口说明、接口路径、请求体、响应体大家看这个接口说明这里是空的这个我们也是可以在这个svc.go 文件里面去去自定义的去往上写的我们马上看一下怎么让它显示文字、显示说明。把符关掉，把这个不用了，把它删掉。就是写文档，我们写文档定义文档自定义文档的方式呢，就是 Go 语言本身的这个 command， 就是 Go 语言的注释，就是你会写 Go 语言的注释，你就会写这个文档接口文档。比如说这个 greeting， 我们就是就简单写点文字，简单说明，就是问候接口。这个 greeting 也可以不打，但是你不打的话，这个 GoLand 它会有一个提示，就波浪线，你把这个方法名字也打上就没有了。它这个是怎么来的呢？它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写呢？就是根据这个 GoDoc 来的包括我这里再提一下，就是不仅这个方法名上面可以写注释，我们这个参数上面也可以写注释，都可以反映在这个 OpenAPI 3.0的接口文档上面。就是 greeting 参数就是入参就好了这个包括这个返回值也可以写注释出参错误信息就我这里提一下了，就是这个Go 兜兜默认帮我们生成这个 handler 的实现呢，就是解析入参和返回出参解析 HTTP request 返回 HTTP response 的这个代码里面呢，就是它不会返回状态是200的这个错误信息它不会它是默认生成的是不会的，默认生成的逻辑呢，就是只要这个接口的实现类的这个实现方法里面返回了错误全部都是 HTTP 状态码都是非200的可以自定义也可以自定义成200，但是不建议那样就是
你如果不自定义的话，默认就是500的，返回都是500的。所以就是这里定义的这个 error 定义的这个 error 定义的这个错误信息不会通过这个成功的这个状态码返回啊，它是通过这个错误状态码返回的。这个信息呢，这个 error 信息呢，它不会反映在这个 OpenAPI 3.0的这个接口文档上面，因为这个 GoDaddy 默认生成的这个 OpenAPI 3.0的这个JSON 文档，它只会有这个200的这个返回值的信息，它没有错误码的信息。我们看一下这个 OpenAPI 3.0的这个 JSON 文档，我们看到它这里只有 response 是200啊，没有401啊，没有500这些的这个信息啊，也就是说这个错误信息呢，它不会反映在这个错误信息不会反映在这个在线接口文档上面啊，这个是GoDaddy 框架暂时不支持啊，暂时不支持，只有这个成功状态码200的这个返回值信息。好了，我们看一下，我们不仅在方法名上面可以，方法名、方法参数、入参、出参上面可以加注释，我们在这个整个接口上面也可以加参数。嗯，我简单写了一个单体服务，好吧，然后我们再执行一下这个 GoDaddy min。我们看到它重新帮我们生成了啊，重新帮我们生成了。然后我们这个Hello World Interface 上面的这个注释呢，到了这里就是整个服务的这个 info description 这里，然后每一个方法，也就是每一个接口的注释呢是到了这个 description 这里，然后每一个入参和出参的呢是在这个 schema 里啊，greeting 是注释到了这个 description 里头，入参啊、出参啊都在 description 里面啊。我们看一下，我们再把它导进去，再导进 Postman 里。我们不导了，我们看一下这个在线文档是什么效果，刷新一下啊。我们现在有了，说明这里就是 Hello World 单体服务，然后这个 greeting 接口这里接口说明就 greeting 问候接口。我们每一个入参出参的文档也显示到了这个说明栏这里，入参出参。这个 GoDaddy Doc 这个就说完了。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OpenAPI 点 JSON 这个接口啊，就会把这个 JSON 这个原本的返回出来。这个是方便这个其他第三方代码生成工具来这个生成代码的。再看一下 Prometheus 这个接口。多多都默认了帮我们这个设定了一些这个统计项啊，默认帮我们设定一些统计项。我们现在看一下 HTTP 啊，没有出来是因为我们刚把服务启动，我们尝试请求几次接口啊，请求几次，你再看一下，再刷新一下啊，这就有了这个了。
HTTP requests total 这个 post method post pass greeting 请求了6次有这么一个统计，还有这个时长，这个消息返回时长HTTP response time seconds bucket 这有一些统计信息在里头后期的视频再细讲。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registry。registry 这里返回的是一个错误信息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本期视频给大家演示的是单体服务没有接上咱们这个微服务的集群所以这里是返回的这是个错误信息，没有是 new 的，没有内容的。我们接着看这个 config。这个是返回的目前生效的环境变量就是都有我们想找我们自定义的，想找我们自己的跟业务相关的配置怎么找呢？因为我们现在就还没有定义嘛，我们还没有定义，一个都没有定义。我们下面就是定义几个看看。我们这个在这个.env 文件里面是改一下比如说我们想改一下端口，默认端口是6060，我们想改一下端口，我们配置成 GoDoDo port， 比如说改成8080。我们还想加一个自定义的接口，自定义的配置比如说我们的 BIZ比如说secret比如说这个是个 JWT 的就是 secret awesome GoDoDo 前缀呢，GoDoDo 下划线前缀的呢是这个 GoDoDo 框架，就是自动会加载的配置，就是不需要我们另外处理只要在这里设定就好了，它就会生效。如果是自定义的配置呢，我们需要在这个再写几行代码，去把它这个读取进来才能用才能用。我们当然也可以就是直接是 os.get.env biz 下划线 secret 也可以但是我们这里推荐的是在这里处理一下，然后通过这个 config 对象呢来取这个配置现在咱们演示这个 config 这个接口的使用方法，我们这个可以不做车速处理，就把它配置到这里就好了，我们就能在这个 config 这个页面上看到对，端口改了，已经这个绑定到了8080我们改成8080，需要重新输一下这个用户名密码我们再找一下我们自己自定义的BIZ 的有了 BIZ secret awesome GoDoDo port 也有都在这里。我们不想看这些没用的，我们只想看我们需要的，我们可以问号pre 等于 BIZ我们可以这么去查询一下就是通过这个 pre 前缀的这个参数就是我们想看 GoDoDo 的 GoDoDo就看到 GoDoDo 8080就是为什么做这个功能呢？主要是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环境变量，我们这个配置了，就是有些时候可能是通过这个.env 文件配的，有些时候呢可能是通过这个 docker compose 点 yml 文件，或者是这个 K8s 的这个 yum 文件去配的，也有可能是在这个比如说你用的腾讯云或者阿里云，可能在控制台去配
这个环境变量，就是好多地方都可以配这个环境变量，你就有可能你就搞不清楚了啊，有可能搞不清楚到底哪个是最后是生效的啊，所以就是做了这么一个功能，就是最后让你通过这个 config 这个接口呢，就能看到到底是这个配置取的是哪个值，这个是大小写敏感的啊，大小写敏感的。好了，本期视频就介绍到这里啊，呃，我会把这个仓库的地址啊都会发到这个视频下方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谢谢大家。